大家好，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？就是就算生活好像没什么大问题，但心里深处总是有那么一点点隐隐约约的焦虑感，一下子担心工作，一下子担心健康，再不然就是担心家人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超消耗我们能量的情绪——担忧。生命中无需担忧。我知道你听到这句话，第一个反应8成是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听起来真的有点挑战，甚至不太实际。但是在今天的内容里，我们就来试着拆解一下这个观点，看看这句话的背后到底藏了什么样的智慧。所以要搞懂为什么可以无需担忧，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弄清楚担忧这东西的真相到底是什么。你可能会很惊讶哦，它其实根本不像我们感觉的那么真实。说穿了，担忧到底是什么？其实超简单的，它就是你心里的期望跟眼前现实中间的那道缝。你知道吗？就是当事情没有照着你脑子里那个剧本走的时候，那种卡卡的不舒服的摩擦感，那就是担忧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OK，如果担忧就只是个差距，那为什么我一天到晚都在担忧，对吧？这感觉到底是从哪来的啊？为什么它这么黏人，这么顽固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挖挖看担忧的3个主要源头。第一个来源就是我们脑袋里那个一天到晚碎碎念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心智超奇怪的，它就像一本自传，但它偏偏只爱写那些痛苦啊、挣扎的事情。那开心的事呢？它直接跳过，当做空白耶。这就好像给你一面超大的白墙，结果你的眼睛就只死盯着上面那个小到不行的黑点，很妙吧？再来第二个源头，这个很有趣，它是一种遗产。对，你没听错，担忧是一种我们从上一代甚至上上一代那边继承来的不必要的遗产。你想想，我们是不是就像一块海绵，从小看着爸妈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不知不觉就把那种焦虑的模式整个吸进来了。而且整个社会好像也在鼓励你担忧。你不担心工作，不担心小孩，别人可能还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啊？是不是这样？好，这就带到第3个，也是最猛的一个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担忧基本上是一种幻觉。有研究发现我们一天到晚在烦恼的事情，竟然有高达90%是从来没有发生的。你没听错，就是90%。我们花了那么多力气去烦恼的，根本是自己脑补出来的剧场。所以咯，问题就来了。如果我们担心的是10件有9件都是假的，是幻觉，那为什么我们付出的代价却是这么真实，这么痛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算一下这笔账，看看担忧到底偷走了我们什么。第一个代价超直接的，担忧根本就是效率杀手。你想想，我们什么时候做事最有效率？是充满灵感的时候，对吧？灵感那种感觉，像是能量多到满出来，会推着你往前冲。那担忧呢？完全相反，它就像一个黑洞，把你的能量全部吸光光，让你整个人缩起来，动都动不了。好，接下来这个代价，可能很多人都没想过，但你仔细听，真的超有意思。担忧啊，其实是我们那个小我，ego， 它的一件外衣。我们的小我竟然还蛮享受担忧的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担忧给了他一种我很重要的感觉。你想想，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问题讲得特别严重，好像你看我扛了这么多事，我多重要啊？这就是小我在作祟。第3个代价，这个就更实际了，也更可怕。担忧根本就是很多疾病的源头。你想嘛，长期的压力、焦虑，这些东西全部都累积在你的身体里，它会跑去哪？最后就变成胃溃疡啊、消化不良啊这些毛病。所以这个脑袋里的坏习惯是真的会攻击我们身体的。OK， 讲了这么多担忧的坏话，我们看清了它的真面目，也知道了它有多伤。那最重要的问题来了，到底该怎么办？
难道就只能这样下去吗？当然不是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，到底有什么解药可以开始瓦解这个讨人厌的习惯。哎，这边是关键哦，请注意听。解药并不是叫你去跟担忧打一架，也不是把它硬生生压下去，完全相反。我们要做的是，用一种叫做深层觉知的东西去观察它。记住哦，不是战斗，是关照。那深层觉知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听起来很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一个超赞的比喻，你就把它想象成一种好的病毒，很酷吧？一旦这个良性病毒进入你的系统，它就会自己开始工作，把你脑袋里那些旧的、卡顿的担忧软体一个一个清掉。最棒的是什么？这整个过程几乎是全自动的，你根本不用费力。这整个过程呢，就很像在解开一条打死结的手帕。你想想，你硬拉是没用的，对吧？所以第一步，你就是带着觉知，先看清楚这个结长什么样子。再来，当你仔细看的时候，你就会慢慢明白，原来这个结是这样打起来的。然后最神奇的第三步就发生了，当你真正看懂了那个结，它竟然会自己松开。是担忧它自己教会了你怎么放掉它。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哇，听起来很棒耶？但问题是，在每天忙得要死的生活里，到底要怎么用啊？别担心，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哲学理论，它是一些我们马上就可以开始做的练习。好，这边要介绍一个很酷的概念，叫做如其所是 （Tadatta）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练习去看见事情它原来的样子，不要急着去帮它贴标签、下判断，或是编一个故事给它。我们现在就来玩一个小游戏，你马上就能体会。你现在看看你身边，随便找一个东西，一个杯子、一支笔、你的手机都可以。好，找到了吗？现在你就只是看着它，试试看，不要在心里叫出它的名字，不要说哦，这是杯子，就只是纯粹的看。你感觉到了吗？就在那么1秒钟，你跟那个东西之间没有任何想法，就只是单纯的存在，很平静，对吧？为什么这么简单一个动作会有效？因为你仔细想想，担忧这东西，它只能活在2个地方，一个是过去，一个是未来。它需要靠你想着上次那件事搞砸了，或是幻想万一下次那样怎么办才能活下去。但是在此时此刻，在当下，你发现了吗？这里完全没有担忧可以占的空间。所以这一切讲到最后，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？就是你是有力量可以改变的，而且这个力量不是明天才有，不是明年才有，是现在 right now 你手上就握着。这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目标，它就是一个你现在就可以做的选择。拜托，请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记在心里。担忧不是你的命，它就只是一个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继续的习惯而已。它是一个后天学来的坏习惯，绝对不是你天生个性的一部分。那么，今天你可以踏出的第一步是什么？真的超级无敌简单，就是现在你只要把眼睛闭上几秒钟就好，然后去感觉一下你的呼吸，感觉气吸进来，再吐出去。就这样，你看，你已经成功的把自己从烦恼中拉回到这个没有担忧的现在了。最后，我想留一个问题给你回去想一想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把过去那些花在担心、焦虑上的所有力气、所有能量，全部都拿回来，那这股重新回到你身上的巨大的能量，你会想用它来创造些什么呢？